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我们现在的黄瓜植株已经长得比较大了，下面有一些叶子，我们可以给它修一下。今天给老爸去修黄瓜的叶子，老爸拿了一个好大的剪刀，这个最少加剪刀，保护的。哎，我看它剪这意思，这干大，看，到我们大棚了。这个大棚里面的黄瓜一天一个样，就换上那个的。嗨，朋友们，看我们的黄瓜，这是我们的黄瓜地，这边是现在还没剪的，等会儿我们要剪这边，把下面的叶子剪掉。这边是老爸昨天已经剪过的啊，就很清爽哈。剪的原理也很简单，因为下面的叶子它也需要养分，如果在养分不充足，特别是这个阶段，中间这几批黄瓜已经出来了，它需要大量的养分，下面的叶子就会消耗养分，然后上面也有很多叶子，所以它的叶子已经足够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下面的叶子去掉，可以供应给更多的黄瓜让它去长。另外的话，下面通风透气，清清爽爽，就跟我们之前说的打侧枝的原理也是一样的，这样它就少生病，干净一些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剪，跟剪侧枝是一样的哈，就是选择晴天过来。这个叶子我们这里一般就不吃的，南瓜叶子吃，黄瓜叶子不吃，大概到80公分到1米的这个样子，剪到这么高。因为中间这一块现在就开始结黄瓜了，然后上面它再继续长的话，也会开出新的花，结出新的黄瓜出来，所以下面的这些剪掉。老爸用了一个超大的剪子，那个是园艺大剪刀，专门修一些果树，还有一些园艺植株的，剪了一块。我们这个黄瓜已经卖过好几批了，你看这个顶上还在开花。今年由于放在大棚里面，它很少接触到外面的雨水，今年的黄瓜也很少生病，不像前年那个病啊，好夸张。有些侧枝也顺手把它剪了。早期叶片很少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剪它的叶片啊，因为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，已经有高的有3、4米了。这个阶段它顶上已经长了特别多的叶子了。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给它修剪。我好点啊，这个还是瞎插的啊。比我这个快多了。而且你那还不要弯着腰啊，手都洗的，你也舒服些。剪完了，好快。瞎插的哈，就打死它哈。老爸剪了3/4，我只剪了1/4，他的剪刀特别快，特别方便，而且那个剪刀可以直接站着，不用弯着腰，很方便。这黄瓜哈，这个黄瓜这两天。掉点龟些，它叶子捅不到。没有叶子挡着了，它也可以晒到更多阳光。我看有一些粉丝朋友很好奇，他说大棚里面怎么让它晒阳光呢？这个棚子可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、透光的，所以它不是说阳光过来之后又把它反射出去了，它不是那种颜色，像那个黑地膜防止长草的黑地膜，它就是不透光的。
这个透明的薄膜它是透光的哈，所以它这里面的温度会比黑薄膜要更高一些，因为它透光嘛。我们前2天有看我视频的知道，前2天我们的温度只有最低5度。有很多粉丝朋友也很好奇，我们家这个黄瓜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能不能正常生长？短时间的1天其实问题不大，但如果长时间的话，它们肯定会出问题的。这个黄瓜就是，虽然只是1天的时间的低温，老爸说第2天这个黄瓜来的时候，叶片都已经泛黄了。刚才你们从那边过来也可以看到，有些叶片已经开始泛黄了，就是那个天气不正常导致的。所以做农业，天气也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关键的。天气不好，就会影响产量和品质。之前是长得青悠悠的，才1天的时间，变化这么大。有些果子也会烂掉，因为时间短嘛，所以影响也不会特别大。侧枝，这侧枝也可以随手把它剪掉。还有一些歪瓜，你平时过来哈，看到有歪瓜就可以把它打下来。我们家歪瓜一般是给鸡鸭吃，家里面养的有鸡鸭，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那些蔬菜呀、叶子啊会不会浪费哈，是不会浪费的。品相还可以的歪瓜我们会出摊销售变成钱，品相不是特别好的，我们自己都看不上的就会给鸡鸭吃。老爸养了有大概40-50只鸡鸭，今年又出了好多小鸡宝宝，还有小鸭宝宝，所以不会浪费的哈。这个像这样的歪瓜，我们就随手把它摘了。啊，老爸那天说他已经摘过了，有一些老爸在前几天摘过了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好像不是特别多，因为它长不大的，可能就只是长这个样子，再长的话，慢慢的就会死掉，干枯死。还有一些哪怕是长大了，但是特别丑，就没法出摊销售，而且它还耗费营养，就跟那个叶子一样的，没有必要让它留着。让土壤里面的水分、养分都供应给这些好瓜，让它们吃到更多的饭去长身体。像这个瓜，如果营养不足的话，它就长得没那么好。还有我们上次出摊的时候，有一些顾客比较好奇，他说我们的黄瓜怎么上面大一点，中间小一点啊？是因为我们当时摘的比较嫩，还没有完全长成熟。它完全长成熟之后，它就长得会比较饱满一些了。其实自然长大的蔬菜瓜果，它们都不会长得特别的标准。我觉得可以尝试着去接受事情的不完美，不管是你是买菜的时候，还是你在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所有的黄瓜一根一根的长得是一样的，就跟克隆出来的一样。我觉得那个你要小心一点，可能就是有危险的哈。还有我不吃，我要说那种黄瓜都不会吃，像那种黄瓜呀、丝瓜呀，长得很标准的，还有带那个很新鲜的黄嫩嫩的那个花的哈，那种看着很漂亮，但是是有潜在的危险的。好，所以回到刚才说那个主题，那个顾客说我们的黄瓜怎么长得那个把上稍微大一些啊，下面稍微小一些，没那么好看。如果有在农村生活过种过蔬菜的，应该都是知道的哈。老爸刚才也说，他说还有市面上有一种青菜，刚摘下来是绿的，因为它在路途当中它要运输，运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要想如何保证这个蔬菜到消费者手里面还是新鲜的，所以他们就会通过一些手段。当消费者买到这个蔬菜的时候，看起来可能是有点偏黄的，但是一过水再拿出来，哇，好新鲜！所以那种青菜，老爸说也是不正常的。但是，一般不太清楚的消费者会觉得，哇，买到这么新鲜的菜，他会觉得心里面觉得很值。但如果是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做过的，都会很警惕买到这样的蔬菜。我们上次出摊的时候，我有注意到，有一位男顾客，他年龄稍微有点长的，他买菜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，他专挑那种有一点点弯曲的黄瓜，那个很标准的、很直的、很好看的黄瓜就摆在他眼前，他偏偏不选，他要选那个稍微有点弯曲的黄瓜。所以我觉得他是智慧的，因为他能接受事物的不太完美，完美的是有的，只是说那个概率比较小而已。当我们买到不太完美的蔬菜的时候，正常就是这样的。
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动物也是一样的，植物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硬要它很完美，那一定是通过一些违反自然的手段去达到的。有药上，他们就完全，他把大把得到有。这黄瓜这根须啊，触手这个须，有一些粉丝说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须剪掉啊，因为这个须也耗费营养，剪掉也可以，不剪也可以。其实，因为它攀爬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帮助藤蔓承受一部分重量，然后你剪掉也可以，就是因为你有支架嘛，如果你的支架足够稳当的情况下，你剪不剪无所谓的。其实。这么一点须能耗费多少营养呢？它没有一片叶子耗费的营养多，所以这就是无关紧要的这个须，剪不剪都行。你看这个叶子这么大一片，这个就很耗费营养的。因为有一些粉丝朋友，他可能搭的支架不是很稳当的，他也没有那么多竹子去给这些蔬菜搭支架。它不像我们老爸搭的这个支架是很稳当的，而且耗费的竹子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。你像城市里面养菜的，哪有那么多竹子去给它搭支架？可能就1、2根竹子往那一插，然后就开始往上爬。如果把须剪了，它就更容易倒伏。这个就像之前说的，因人而异，因地制宜，没有一刀切的，没有那么绝对的方法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调整。我们马上剪完了啊，可以看一下这株刚才没剪的时候，这个叶子特别多，全都把这个黄瓜给挡住了。我们给它剪了之后，看看它也能晒到阳光了，也能够吃到更多营养了。现在把这个叶子剪出去。老爸说，这个剪下来的叶子，因为它在下面嘛，更靠近土壤的有些叶子，它可能是带有病菌的。我们剪了之后，它这上面也是有伤口的。这个病菌如果放在地里，它可能会感染我们的植株，所以我们最好保险的方法是把它扔到外面去，最好扔得远一点。最好这个菜叶子不要当回用。老爸刚才又补充了一点，因为之前我们摘包菜的时候，有一些粉丝朋友就说我们那个叶子扔掉了，就觉得很可惜，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肥料，或者是做堆肥埋在土里面哈？老爸说，蔬菜叶子最好不要把它扔在地里当肥料，也不要放在地里面去做堆肥，因为它很有可能这个叶子或者是一些根啊、茎啊、叶子、果实里面都可能是带有病菌的。你把它放到地里面，或者变成肥料，又去种菜，它很有可能又会把你的蔬菜给感染了。它跟有一些杂草是不一样的，杂草因为它跟它不是同一科的，杂草是可以做堆肥的，但是蔬菜叶子最好不要做堆肥。像我们家一般就是把它扔到远处，等它干掉，完全干掉了，变成枯枝干叶的时候，我们会一把火把它烧掉，变成草木灰、火土灰。因为高温之后它就杀死了嘛，病菌就杀死了，变成火土灰、草木灰，它就成肥料了。这个肥料我们就可以拿来种菜、消毒，给蔬菜、给土壤做杀菌消毒、做肥料都是可以的。因为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有创作者他分享的视频内容，地里面的蔬菜摘起来了，可能吃不完，他又在那个地里面把那个蔬菜剁碎了，然后又挖了个坑埋在那个地里面。在农村是这种情况是可能，如果是被老人家看到是会被骂的。真的会被骂的。哎，不像他，你炒红的，他多用是特别的。那有些粉丝可能也会说，你们有没有做过实验呀？是不是真的就不能这样啊？很多事情，特别是做农业的，都是自己经历过的、吃过亏的，所以才不这样做。以前这个叶子，老爸他说年轻的时候他也做过堆肥，然后就
就很差长的。但如果这个叶子你拿到远处空旷的露天的地方，通过一些发酵菌高温发酵几个月之后，它整个已经被高温杀菌消毒了，分解腐化了之后，当做肥料来用是可以的。嘿，剪完了哈，干净利索了。大家看杨子比较年轻哈，看我好像没有什么种植经验，说的这些东西到底对不对？其实杨子长这些东西全是老爸给我输出的内容，因为老爸他不会讲普通话嘛，我相当于就是他的翻译。我是把他的这些种植经验，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跟他一起种菜的一些想法和经验，汇总而来呈现给大家的。因为老爸种菜37年了嘛，所以很多东西他也做过对比实验，也反复实验过，所以大家可以质疑我，但是37年种菜的老爸的经验，也许是大家可以去借鉴的一点点不错的东西吧。看一下我们剪过之后的黄瓜藤，现在看看是不是感觉好清爽，比刚才看起来干净多，健康多了。那中间你看刮了好多黄瓜，过2天我们又可以来摘黄瓜了。这么一眼看上去，中间垂着的好多黄瓜哈，然后地下的话没有那么多烂叶子、黄叶子、老叶子了，看上去很透风、很透气。我们把这个棚子2头都已经揭开了，这个风可以看到，风是可以进来的。对，植株保持通风透气，它就少生病。叶子剪了，这样营养也能跟得上，不会被一些多余的叶子耗费掉过多的营养。现在这个状态，它们还可以再长一段时间。如果有叶子的话，很有可能上面那一节就营养跟不上，叶子就变黄了，有些花可能就会掉的，就长不成果。现在转着，现在早上黄飘飘的，这个温度降大。那要长点嘞。俺晓得你们不吃了，温度就更低的。老姐摘几颗黄瓜，晚上当晚饭吃。我们旁边套种的辣椒现在也在长了，红苋菜地里的辣椒，现在上面在开花了。它这些它是又受营养，又可以保持它受病。老爸又在看他的作品啊。这黄瓜还别补的，一眼就看到。以前叶子多的时候摘菜老是看不到，就会摘漏。等下次来的时候，哎呀老了，浪费了就。它有好多好处，要少水分净化，它叫叶子也有营养哦，有水分哦。本身啥天气冷气，有温度又高大，它一天要整合好水分哦。我们这里遇的紫色西红柿还没有开始摘呢，摘了摘一下，小的。3下5除2，我们的叶子就剪干净了，准备收工回家。不吃了，我们有收工吧，准备吃一会儿。你家红花是种长不是还种着它哟。啊，那个你看看。老爸在嘲笑我栽在家后面那个黄瓜，才一点点花都还没开。你看你这样子，你看看。
我们这个大棚的面积是414平方。哎，我挂脚了，是很几把，弄2桶泥巴去栽花。我的哦。很几把的行。这老一回头天，别那个天不严，能种泥巴。哎呀，这个泥巴，我们正好可以来种花了。老爸说这个泥巴可能比上次我们挑的那一筐白菜2筐白菜还重。那黄瓜，2筐黄瓜直接。啊，说错了，语无伦次了的。黄瓜比我们那天挑的2筐黄瓜应该还要重。上次2筐黄瓜是104斤，这起码有120几斤。这个应该有110斤，我的体重是109斤，我能够挑得起来我自己。就是泥巴能从。